觉得打剑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可以跟自己想要对战的人拿，然后打赢他，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很开心。其实很复杂，因为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像是会紧张，因为上赛场的时候，就是你戴了头盔会有一种压迫感，然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有点紧张，那也会很兴奋，因为击剑本身这个过程很快，你无法预测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觉得很兴奋，那也会有一点害怕，因为虽然我们有穿护具，但是被这种剑戳到还是会很痛。不过我觉得玩击剑本身还是很有趣的。在训练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在比赛的时候心情虽然会很紧张，但比赛赢了还是会很开心。在训练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带一句话，就是输了不要气馁，赢了不要得意。击剑运动需要高度的专业技巧，所以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敏捷、反应、速度、爆发力、肌力等等。然而在每一次的比赛当中，小朋友都可能面临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借着参加这一次的比赛，能够从中学习胜不骄、败不馁，勇于接受挑战，享受击剑的乐趣。I started fenc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I still remember being super nervous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on the pist, but it was from that moment where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sport.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p is a great opportunity where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show your confidence, and make friends. Don't worry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because just trying your best already makes you a winner. 我为你们加油，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站上国际舞台，为台湾出剑。我从国小杯开始，相信你也可以。大家好，我们是四大运男子射箭代表队。114年国小杯，我们为你们加油！国小杯是一个很棒的舞台，用尽全力比完每一场比赛，就是最棒的一切。我为你们加油！加油！加油！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我们准备好了。梦想的起点 Origin， 这是今年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打出的口号啊，就是希望这些青年学子呢，在这个击剑的道路上能够持续的精进自我，然后透过出来参赛啊，然后来增加自己不管是剑技上面的表现，还是人品上面的表现。那我们1连4天的这个比赛呢，终于进行到周日这天是最后一天的比赛了。那我们在昨天周六的时候呢，已经把全部的个人赛都打完。那今天就是更考验团队默契的一场团体赛。好，那奖评工作呢，很开心，就是由我董敬桥搭档的是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监事吴敬德先生，还有台下转播团队一起为大家服务。吴老师早安。早。好像我们昨天一起看了这个个人赛，然后到了这个团体赛之后哈，那个你对于选手们他们就又是组成团队，然后又有不同的棒次，跟昨天打个人赛一些心态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哦，这个心态上他就是变成是要替这个团队，替他的代表的单位来争取荣誉。跟昨天、前天、大前天的比赛是为了他个人的荣誉，是那完全不同。那所以这个是非常注重团队精神，而且我们这个是接力赛，所以一棒要比一棒强，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成绩。是那通常在棒次的设定上，有没有什么？通常大家会把最强的压在最后吗？还是不一定？那这个到原则上，当然会想这样子做，但是呢，彼此在排这个赛序的时候，那也要像球队的情报一样，对，要知道是对方是谁，怎么排，对，然后教练就会调整那个阵容，那上士对中士啊，或者是上士对下士啊，下士对中士对上士，这种排列组合就会造成这个接力赛可看的地方。是，好，今天我们就期待好赛程的展开，我们来看看昨天这些在个人赛的小选手们，他们在这个团队精神这一块的表现会怎么样。那我们要在第一剑道为您带来的第一场赛事呢，是一场男子团体赛的军刀，是由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附设实验国民小学
来对上台北市国语实验国民小学，所以是一场台北市2所学校的内战哦。那今天我们的赛程就包含了男盾、男锐、男军，还有这个女盾、女锐跟女军，就是3个剑种的团体赛，对，一共6个项目。今天的比赛场地依旧是在新北市的板树体育馆。观众朋友，除了这个亲临现场是可以免费入场的，我们2楼有一个很大的观众席位哦，都可以让大家在2楼这个往下看这些小剑士们的精彩表现之外，您也可以透过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 Facebook Page、脸书粉专以及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同步收看到这2天的赛事。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聊天室的内容，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多多留言互动哦。我们的小编都很乐于跟大家互动。好，双方派出的第1棒，国北教大10小这边是吴定宇，要对上国语10小的林俊瑞。第1棒开路先锋，互有攻防哈，是隔挡之后的反击。对，吴定宇刚才一剑挥空了。好快哈！我们在这个一开始就是打5分而已吗？还是他不计时。对，不计时。当时他打5点。嗯。好，所以双方的这样第1点哈，就是由国北教大是吴定宇以5-2拿下。因为军刀它很快，基本上就不计时，所以他以打5点，打到这一个局数满，然后就换人，所以他这个非常的紧张也刺激，因为他可以很快速的就把他分数追回来，也有可能反过来分数很快的流失，对。好，我们看接力的第2棒哈，继续延续刚才双方5-2这样的分数。看是苏博宇各给一个黄牌耶。对，因为在裁判喊准备好了没有的那个上，他是不能动的。但他们俩都还是动了一下，而且那个裁判已经给口头警告1次了，所以第2次就开罚了。也都是学习，因为会紧张嘛，就是神经绷得紧紧的，会像弹簧一样想弹出去。好，看起来苏博宇掌握度是更好。是的。现在廷佑对他的攻击都被招架住反之他的攻击都还蛮成功率蛮高的。是。看起来打得蛮轻松写意的苏博宇轻松，对，打了一个5-0的表现。当然，我觉得团体赛好看就是好看在
万一第3棒是一个有巨大的实力落差的时候，对，即便是你一个大幅落后的队伍，你还是有机会上演一个超越5分的这个翻转嘛。曾经有那种记录，就是在一个回合里面一下追10几分，一下追10几分，对。那个队真的是很恐怖的，是把宝压在这个第3棒了，结果大翻盘了啊！也是透过今年的国小杯这个连续4天的比赛，这些小剑士们。不管是个人赛也好，因为一位选手最多可以报2个剑种，所以有些选手如果体力跟时间分配得了的话，他们是可以打非常密集的赛事的。然后到礼拜天，也是今天最后的团体赛呢，再来跟这个同校的同门师兄弟一起来出赛，增加了一些这个团队的精神。而且今年这个团体赛呢，它可以混合编组，也就是高中，我们没有分低高，我们全部混在一起，对，所以蛮有趣的，是，所以又增加了这个排棒次上面的一些学问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排到你的高年级选手和对到对方的低年级选手，那就会有点，虽然是可以稳。一胜获胜的几率比较大一些但是也肯定也就浪费掉这个棒次。没错，对，所以很有趣，很有趣。好，为这场比赛，还是先给了一个黄牌。他的那个好像是器材有些问题。好，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是黄玉红，还有黄正伟先生。哇，这是大孩子打小孩子的感觉不过陈玉安刚才也不错，他有一个蛮漂亮的波挡还击，对。但是体型上当然是看一下玉安面对比较高一个头的威东，对，比较有差距。好，那看起来目前双方。这样打下来已经是有10分的差距了是，对。好，即将进入到关键15分。哇哦，黄威东一剑挥砍得手。那最后恭喜国北教大实小以15-3击败了台北市的国语实验国民小学。其实蛮快团体赛真的就是这样上来，是因为你一个人。一旦被对方连拿了5点之后，你的部分就结束了。是的，对，所以每一次上场也都是把握一下，然后刚好因为这是团体，所以下去之后也可以跟另外2个伙伴、2个队友一起来讨论，然后大家一起复盘一下，我们这一回合有什么事情可能没做好，或者是我们下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都是参加团体赛的这个目的。而且他也可以经过跟对方对战的经验呢，他可以告诉下一棒要跟他对战的自己的队友一些攻防上的破绽啊，或者是优势。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战术情报。好，下个组别就上来了，他们再继续打另外一个对战组合。刚才出第1棒的定宇现在要对上的是廷佑，所以他们会交叉。是，这个黄廷佑选手，他刚才那个违规了，他走了那个交叉步。走交叉步。对，因为在军刀后脚是不能越过前脚的，所以犯了2次了。是。
刚好出来比赛，然后有透过这样的转播影像，如果廷佑之后有回去看到自己的比赛，再汲取一下教训你看，因为这个步伐的问题一直有状况，对，那这样白丢了，对，比较可惜比较可惜，这分数没有打几个，但是牌却吃了不少所以回去如果有看到转播，也希望廷佑可以再针对自己的脚步再做精进一下。他也许有练习其他的剑种，所以对，不自觉的就跑上去了。因为有些小朋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也都是家长这个有余力的话，都会让他们多多体验一下。对，那或许他是其他剑种的选手，然后团体赛缺人嘛，就是拉过来一起打。对，刚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习。对，所以确实在脚步上会有一点。是老师，那我们这个交叉步是只有在军刀禁止而已。对，我们另外2个剑种盾剑跟锐剑是可以使用的。对，因为军刀它速度太快了，对，尤其是体型高大一点的话，它如果能够交叉步的话，它一步跨出去几乎可以跨2步的距离。是。那个攻击的那个强度是非常的，就说变成看不到技巧了。因为你一轮猛攻，你的脚步一出去就是差不多，对，就要取而些，一出去就是说2米的距离了，直接就打到对方了。所以为了缓和这项运动的一些节奏对，也避免这个。没错，因为我们要的是展现技巧，而不是蛮力，所以他就限制他在前进的时候后脚不能跨过前脚。是的。好，比赛持续在进行刚才廷佑吞了比较多牌，所以比较可惜。那换俊瑞上来，把自己的表现好好发挥出来就好。虽然或许这2队打起来实力上有一些落差，但是还是要把自己该有的精神给展现出来。那赛程这个男子团体的军刀，我们是从16强赛开打，所以这2所学校待会晋级的队伍呢，会在8强赛来遭遇这个种子晋级的台北市私立复兴实验高级中小。这个格挡不错，是。不过因为可能力量上对，小孩子还是对，跟大孩子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所以是挡起来比较吃力。因为毕竟拨挡的时候要使用到很多的软的劲，那比较低年级的当然会吃暗亏了。只亮了绿灯 ，OK， 确认一下要2个灯都亮才代表双方的这个感应都是正常的。是。玉安刚想往前一个突刺但是被苏博宇给闪掉之后，一个攻击灭门的下劈。善用自己体格上的优势是他整个跨步啊，对，还有这个往前的距离都比比对方大1号。不过玉安这边得分是被他拨挡。对吧？如果没有办法克服体型上的差距这要多一点技巧。他刚才退得够，把那个距离拉开了，所以就可以还击。
是他还是有攻有守的。嗯，这个苏博宇的攻击还是被他拨挡了2次，然后还击了。哦，不错哦。对，陈玉安虽然他们的队伍还是有蛮大幅的落后，但是在他这一棒是有追回一些分数的。是啊，好，目前形成了30-6。好，那第二轮这样交叉完之后，我们还有1轮。我记得在去年12月跟老师一起转播那场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好像就只有个人赛而已，是就没有团体赛的。是的，精英的话，它就是个人为主。是。在昨天的几个赛程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去年12月在精英年度大赛表现精彩的选手，他们在今年的国小杯也都不错，也都杀到了最后的冠亚军之战哈。然后也是有一些人完成了甜蜜复仇，这也是代表6个月，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哈。比赛完之后，然后持续的刻苦练习啊，或许你在精英大赛输给了选手，但这次的国小杯你就可以战胜他。是，所以都可以看出选手们在不断的进步。好，持续35-6哈，所以在台北教育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这边啊，他们3位的选手整体实力，包括他们的整体体格哈，感觉当然我不太清楚小朋友实际的年级啦，但我感觉可能就是一个平均来讲是一个高年级对上可能平均是中低年级的一个状况。没错啊。但是我们在看这种比赛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像这些低中年级的小朋友，对，如果他去对中高年级的小朋友，其实哪怕他没有赢，其实他们也赢了。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可以学习到很难得的这种面对比自己高大或者是劲道或技巧更成熟的这个选手，那这个就是一种成长。哪怕他没有赢，他其实都可以学习到很多。如果他用心，够用心，然后够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的 open mind 的话，把这个思维打开，不要想说老是想，哎呀，我怎么打输了，我都打不赢。那如果你转个角度，就因为你没有赢，其实你反而累积了更多的实战经验，而且你刻骨铭心嘛，因为你没有打赢嘛，你记得更清楚你当时怎么输的。是，其实这个都是对竞技的这个进步非常有帮助，甚至于包括以后他成长、成年以后的人格的培养都是非常健康的。确实在这个击剑的学习道路上选手可能会经历过无数场比赛，是，那每一场比赛都是有输有赢，这个都是一时的。但是，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你透过这样子比你更强大暂时年龄比你更高，然后身材比你更好的这些师兄们然后从跟他们对剑的这个过程中你去学习其实这个越级打怪的经验也是蛮难得的啦，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没错，都是有帮助的。其实反而是一种正面看的话，其实一种很正面的一个助力。是，所以国小杯应该也是抱持这样的精神特别让这个团体赛我们就不用这个年级去划分了，是，我们就全部统合这样来比赛，那也是帮助对，不管高年级。他们作为一些学长，然后来跟中低年级的这些后辈们切磋的时候，
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这个教学相长。没错。对，打完一场之后，两边都有不一样的收获。是的。哦。俊瑞这个攻击蛮积极的哈，是的，但还是被苏博宇给挡下来，但是一个是好的尝试。哇，快，他出剑还是快一些。是。哦，哇哦，大劈腿的劈砍。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交叉步的问题的话，从这一局这样子比赛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是，尤其是像这种体型比较高大的选手，你看他一样的一个长刺，对，那个一个飞步出去，他的距离就不那个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没有办法显出技巧，所以才会在军刀有特别交叉步的一个部分，有个限制，是。对。好，那这场比赛看完，我们的第一剑道稍作休整，待会回来还有更多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啊。我们今天有这个男子的3个剑种，女子也有3个剑种。待会随着赛程的安排哦，可能都有机会在我们的第一剑道亮相，带观众朋友认识一下我们现在国内这些击剑的小将们精彩的表现。我们待会回到现场。
好，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时间是上午的9点21分。刚才看完男子团体的军刀之后呢，我们接着看女子团体赛的军刀。比较少看到这个女子军刀的转播，通常转播女子赛，我们通常是盾剑跟锐剑啊，所以待会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这个尝鲜，开眼，看一下女子选手打军刀是怎么样的一个风采。那目前赛程已经是这个我们要打16强的最后一场较量了，是由台北市松山区的民族国小来对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附设的实验国民小学。这2所学校要争取8强的最后一张门票，因为8强的其他7队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来看这2所学校都来自台北市。今年的赛事是由中华民国击剑协会主办，然后交给联兴体育承办。在前3天，我们进行个人赛分成这个低、中、高3个年级的组别。那在我们赛程最后一天是团体赛我们就没有分这个低、中、高了，就是我们是以团体以学校为单位来进行。那么会有这个市各校的排名会看选手们在个人赛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然后用他们的这个名次积分，然后来加累，来这个累积之和，然后积分总和最低者呢是优先排名所以确实有一些队伍，如果他们的选手3名选手在个人赛的表现都很好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在前面获得这个种子轮空的机会。好，我们裁判老师也跟大家讲有些女子选手头发比较长的话要盘起来，是避免这个露在面罩外面会有危险性的发生。而且这也是规则里面要求的，对，它不能够露到遮蔽那个目标区。所以他一定要扎进去。看老师在帮他们对绑。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怕发生危险。是。尤其是如果你绑了辫子的话，对，那万一扯到。它有结，你看在图面里面，它那个有结，如果不小心缠斗的时候，那个剑刚好戳进那个一角的话，那个其实蛮危险的。是。当然比赛对。安全性是最重要的，是放在第一位的。对，所以规则里面就非常明白的有一个罚则，如果你头发露出来不合规定的话，是要给黄牌的。是。会不会因此要求小朋友剪短头发？这倒不是，其实他的目的是，你当然可以长，但你要盘在里边，不影响。不影响。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怎么讲，服装仪容现在都已经就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明了。是。现在其实很多学校，像早些年，清汤挂面头。对，我读书的时候还有所谓的发镜对，清汤挂面头。还有发镜，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了讲究个人化，你能这个照料好你自己就是给予学生这个外形上的自主权。所以女生剪短头发，男生留长头发也没有问题。现在没有说一定要被什么性别给定义住，说你要留什么样的发型。是。好，比赛开始，我们的第一棒看到的是民族国小的卢欣彤对上国北教大实小的陈映彤，这个双瞳大战。卢欣彤眼明手快直接一个攻击面门的下砍，拿到了第3分。
哦，好快哈！对，吴欣彤5分到手，他个子蛮高的。对。闪身后哈，直接清点面门，是，对。团体赛的好处是，这个选手要插这些要接乌龟的电子零件的时候，都有这个小帮手可以帮忙哈。对对，不会说有时候我们看年龄比较小的选手自己要接那个电线，有时候戴手套，其实对很不好操作，对，不太好操作。对，好，双方的第2棒哦，林一璇要对战的是刘妮妮。哇，民族这边感觉也都是大孩子哈。是，他们3位选手的体格看起来都是高年级生。现在的小学生这个营养都非常好，是，所以体格都非常的惊人。现在这个营养家长都照料得很好，加上他们都有适度的运动哈，对，我觉得在这个发育阶段适当的运动，然后多睡眠，就会在长身体的部分。哦，刘妮妮不错哦，是帮国北教大追回了蛮多分数的。哇，这2位选手感觉是其他剑种出身的，他们都用搓的比较多，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军刀比较多喜欢用砍的动作哈，对，但这2位，尤其是刘妮妮，你看他的技术特点，是他蛮多都是用搓的动作，哇，不过还蛮有效果的耶，是，追回来了。哇！现在在刘妮妮的攻势下，国北教大反超了。对，林一轩可能，这边有情况啊，被稍微口头警告一下。对，裁判上很客气啊。一般对这个小学生还是会先口头上这个提醒啊。对，因为他们绝对不是说故意要去犯规的。像我们刚才就有提到，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你看第2回合，其中有一个选手就把所有丢掉的分数全部追回来了，没错，全部要回来了。哇，刘妮妮全部要回来，完成了一个逆转哦。他在刚才帮他前1棒的应童哦，把没有拿到的分数全部拿回来了，所以第2 round 打完，现在这个国北教大完成了逆转，不过还很久啦，这比赛才刚开始，因为3位选手他们各要打1个循环，我们的团体赛会打到45分哦，所以蛮有趣的。对，那3个剑种里面也唯一是军刀，我们是没有这个回合时间的计算，另外2个剑种盾剑跟锐剑，我们是打2分钟。这4天在板树体育馆呢，
有住在附近的民众应该有看到很多这个车进进出出哈，然后还有家长都背着一大袋，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剑服啦，还有剑的道具啊，其实蛮重的。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自己背不动，我看到家长在帮忙背。对，这样子出来哈，可以看到我们的转播镜头2楼也有许多的家长，他们在这个栏杆旁边哦，手机拿着应该是在看转播，一边看转播一边看自己的子女比赛。好，双方的第3棒林可欣对上陈柏芳。军刀真的就是很快哈，是，不太像我们看这个锐剑的时候，有2个人一直在对峙，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拨，他们就是一瞬间一个劈砍，就有结果了。哦，国芳现在延续学校的领先哦，好，拿下15分。团体赛前1/3的分数，目前打完，由国北教大后来居上哦。当然，这比赛也才第1个对战组别而已啊，我们后面还有，他们还要再打另外2个循环。所以目前看起来，民族国小这边是卢欣彤的战斗力最强。看起来目前对，可欣跟依璇分数上稍微比较落后一点，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看欣彤又要上场了，他有没有办法待会也帮这个民族国小这边来追一波？是蛮有趣的。对，这样真的在这个我们说日本的剑道，他们也会分嘛，什么主将，对，然后大将，然后真的有那个感觉了哈。好，主将只要一上场就落后的分数，好像都还有机会的感觉。好，继续看依璇对应彤。往前一个戳击没戳到，这边的戳击对劈砍是应彤的劈砍得分。哇，这个戳没戳到。哦，被架到了。对，刚好架到之后回击。哇，小心小心哦！脚步有一点滑掉了。哦，但民族国小这一 round 追了蛮多分呢。是的，因为这回合比谁可以先拿到20嘛。好，有一些状况。哦，间断了。哇，裁判老师眼明手快哈。因为断剑是很危险的。是。曾经在奥运的时候，也是打军刀，对，就是有选手因为剑条断了，受了重伤。是，他那个，因为他们力气都很大，当然奥运一剑打下去的时候，就直接就从看台上就滚下来了。是，对。
戳进去了，那个断剑的部分插进去了。对。好，我们更换一下设备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打剑其实也是看个人习惯，有时候也是。当然，你打的比赛强度越高，你的耗损就越快。哎，再检查一下。对他那个线压到。线压到。所以我们通常在外面的这个器材行是购买这样子一把军刀，大概价格落在哪里？应该在4000块上下。4000块上下，那也不算太便宜呢，哈。不便宜，不便宜是。给了一个黄牌。这个鞋带要注意哦，有时候自己打着打着没注意，蛮危险的哦。因为我们这个剑道是金属的，如果鞋带比较长，选手踩到自己的鞋带打滑的话，是有受伤风险。对。好，陈一彤假动作在第2拍，拿下了第20分哦。好，那现在国北教大实校依旧是维持他们的领先，但是林一轩追了蛮多分的，所以其实现在也就3分之差而已。这场女子军刀的较量其实还蛮接近的哦，可能要打到最后1/3。才看得出来。是，现在其实还很难讲。对，分数咬得那么近啊，尤其是军刀，真的是瞬息万变。这场比赛的获胜队伍就得以晋级到8强。那目前女子8强的其他7队都已经诞生了，分别是三光国小、立农国小、立德国小、永福国小，还有国语实验国小、东海大学附属高级中等学校，以及复兴实验高级中小学这7所学校。那剩下的最后一个名额就会在民族国小跟国北教大实小当中的。国北教大实小他们换上了替补的选手，连雨晴。因为我们除了有前3棒之外，其实各队都会准备，你可以准备替补选手，你也可以不准备。像是民族这边就没有替补选手的名单。是，对。国北教大他们是想说派出了一个辩证但是对上这个现在看起来民族战力最强的卢欣彤，比较还放不开，因为毕竟他比人家少打1轮，他上来要先适应一下。是，对，卢欣彤是已经打完1轮了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卢欣彤应该是可以把连雨晴给剃光头，没错。是，上来之后连续的直落5，对，那还有的打。如果卢欣彤待会被安排在最后一个棒次那还蛮有看点的哦。对对。不过我觉得这样蛮好，就是团体赛，然后老师肯定也是设定多派1位选手，然后让磨练，对，磨练一下，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尤其是在这种比较强度大的锦标赛里面，这个所有的每一个回合对参与的剑手来讲都是很好的经验，不论输不论赢都是很好的经验。林可欣对刘妮妮，刘妮妮马上示意一下。对，因为他自己觉得还没准备好。好。刘妮妮是很主动的，对，一喊开始，马上就往前攻击，非常好。
刚才他也拿了蛮多分。是啊，其实军刀本来就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是，它每一种武器的那个性质不同，像锐剑，它就是决斗型的。是。那军刀本来就是攻击型的武器。嗯哼。所以要积极进攻哦。对。哇，持续的绿灯响起，刘妮妮很有机会为队伍拿下第30分。好。相当不错哈，他一个人拿了10分呢。对，他是这个国北教大里面的得分很重要，而且他很快啊，他是他毫不犹豫就往上。裁判一喊开始，他马上就往前攻击。是这个蛮有打军刀的这个调调。因为他原来发展就是那个骑兵队骑在马上，冲锋的时候攻击用的，所以他另外一个名字也叫马刀。所以他是在马上作战，它本来就是一种攻势的武器，靠马的那个冲击力跟速度，然后劈砍敌人。所以这个剑种就是它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好，再来一勋对国方。哇！啊，国北教大延续哈。对。刚才刘妮妮玩陈柏芳也是这样子，是快速的。上前做劈砍。好啊，一轩这一点也漂亮。哇，这鞋带又掉了，要可能绑紧一点。他刚才已经掉过一次了。是。穿的是日系品牌的鞋子。哇，这个劈砍被招架住，被打反击。好，国方漂亮的取分哈，现在率先拿下35分的是国北教大10小。但现在分数都还咬得住啦，没有差很多。对。所以应该会把最后的悬念就留到最后一棒来看怎么样。现在就看剩下的2回合，这个双方怎么样去安排他们的战术了。好，可心对应童，这是双方的第8 round。互劈的对决，应童的得分率比较高都是他在拿分哈。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就是说
一很开始，他就是马上就发动攻势。双边都是往前冲，但是在劈下去的一些细节，包含下压的角度，对，陈映彤比较，你说唯快不破，比较快。哇，给了林可欣一张黄牌。我看这边可欣有分数了。哎，两个人都没有打到对方。好，架箭之后的分数。好，陈映彤拿下了第8 round 的胜利，但是待会的第9 round 决胜轮，民族国小这边可是卢欣彤哦，是，对，卢欣彤来对上刘妮妮，两边都是3棒里面这个得分能力最有威胁的选手，所以非常有看头，非常有看头。我们来看看啊，对，卢欣彤有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的队伍上演一个绝地反攻？好，这场关键的第9 round， 刘妮妮只要拿5分哦，就能获胜。那欣彤这边要追比较多，但是以对他的得分能力是有机会的。你看上来先2分拿下，现在落后不断的在缩小，还落后7分，这一个追击。哇，他的经验哦，感觉在场上是比较丰富，对，比较丰富的。你看他举手投足的那个感觉哈，都很从容不迫的感觉。哇，刘妮妮现在没有办法在欣彤上面取得分数哈，还一直持续的被攻击。哇，那刚刚的领先筹码现在越来越少喽，啊。所以确实，如果你把主将排在最后一棒哈，是有办法逆转劣势的。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原点，对，最后的5分，卢欣彤已经把刚才队友全部的失分全部补回来了，这个5分才是他自己该打的这个 range， 哇！他的节奏完全是他现在已经连拿11分了。妮妮对他比较没有办法，对他打不进去，他打不进去哈。对。哦，缓和一下，对，自己有点慌，因为已经是赛末点了。哇，卢欣彤厉害啊！是。他完成了一个13-0的一个追击啊，帮助落后的队伍直接逆转了，最后以45-40，对，带领民族国小抢下了女子军刀团体赛的最后一张8强门票。所以，确实你主将摆在最后一棒是有这个一锤定音的效果。对，看他打得轻松写意的，对，很有趣，对，很有趣。好，那我们再次恭喜民族国小哈，3位选手都有发挥，当然其中以这个卢欣彤表现最精彩啊，以主将的姿态在最后第9 round 帮助队伍上演了一个13-0的逆转。是，对。那我们待会再看看民族国小
在他的带领下，能够在本届的杯赛走到多远。他们现在已经抢下了8强的门票。我们的第一剑道稍作休整，场地整理一下，待会再回来有更多国小杯赛事。是。
好，刚才陆续带您看了男子团体的军刀跟女子团体的军刀，这最快3个剑种里面节奏最快的剑种之后呢，我们待会要来上演步调缓和一下，是这个全身都可以攻击，所以选手的攻击出手会更加谨慎，所以是3个剑种里面这个节奏偏缓慢的锐剑的部分，男子团体的锐剑赛，两支队伍是来自台北市的长华国际蒙特利梭实验教育机构对上同样来自台北的忠孝国小。那蒙特利梭这边，长华国际蒙特利梭他们是派出3位选手，陈可谦、吴宇辰，还有吴佑杰。那在忠孝国小这边呢，他们多派1名这个有替补队员，而且替补队员还很厉害是这个许敦维选手，他也在去年12月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我跟吴老师有转播到他的比赛，他是2024年亚洲少年击剑锦标赛男子锐剑 A 组的金牌是对高手，高手。不过他这个打替补就是看看什么时候需要动用他，是，对，再来动用。教练排这样子，就是要让他必要的时候压阵。是。而且这样子前期的话，可以给其他的队友磨练，对。小朋友也是连续比了4天的比赛其实也是蛮累的，尤其今天我们的比赛更早对，转播从上午的8点30分就开始了，当然他们更早就已经抵达现场，要做检录啊、热身啊等等的。对，今天其实我们的赛程预计会在下午结束之后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待会两边的第一轮较量会是吴佑杰对上刘宇乐。带选手穿戴一下他们的装备。锐剑因为全身都是这个攻击范围，所以他们的感应主要在剑尖上面所以它的外观装备相对单纯，对，它就没有那个电衣的部分。是，你看选手就是一身白，对，不像刚才的军刀选手要穿一个上半身跟这个2条手臂会有这个电衣的部分。是。好，设备都 OK 了，我们来看男团锐剑。
哇，刘宇乐靠的体型优势哈，是，在得分上比较积极。向前突刺也是变化性蛮不错的。对。而且他因为身高比对手高嘛，所以他对刺击上面的话，这由高往下，他那个角度比较刁钻一点，不好防。这是刚才刘宇乐一些精彩的得分。好，第2轮的较量是可谦，长华国际蒙特利索的陈可谦对战忠孝国小的张玉桥。依照两边队员看起来平均身高，这个忠孝国小是要更高一些。对，平均来讲。对，忠孝是。刚才他们在赛前握手的话，他们是2高2矮啊，就是刚才的这个宇乐跟这位玉桥2个是个子比较高的，是，然后瑞杰跟敦维个子比较矮，但是敦维的个子虽然在里面算是比较矮的，但是他的表现是没错很不错的，所以代表小个子只要技巧厉害也会是王牌。而且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其实这个身高都是暂时性的。对，有一些的话后发先至啊，一个夏天就可以长得非常高。对的。很轻巧。对，轻巧的拨掉对方的长剑之后啊，向前的一个突刺。好，很快忠孝国小要拿下第2 round 的胜利。是。看起来确实选手在经验上可能在年级上也有一些差距。高年级的选手对这个中低年级的打起来就会比较轻松一些。好，第3 round 是宇辰对瑞杰。第一分2个都打得很紧的，哇！一个下蹲闪掉之后的突刺，是这个蹲低在动作上是允许的。瑞剑因为是3个剑种里面这个最像这个生死决斗的一个剑种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攻击，所以在出手的谨慎度上面也是3个剑种里面最高的。对，互相顾忌嘛。
哦，这一件挡得好。对。宋瑞杰打得非常的谨慎哈，对，分数即便领先那么多，他也不积极的抢攻，他就是打得稳稳的，对，稳稳的打哈，他有绝对的机会出现，他才会出招攻击，搓，两个人互搓，但没有搓到，哇，这一波混战，最后2分啊，攻击吴宇辰的脚步，今年的全国国小杯也有非常多的奖项哦，是对，设置了新人奖、感斗奖、礼仪奖、进步奖、教练奖，还有团体总锦标、精神总锦标等等哦，让选手不只是追求这个比赛的成绩，同时也重视品格，还有团队精神。今年国小杯的人数屡创新高啊！自从2013年这个杯赛创办以来啊，我们今年的报名人数达到了769位，是啊，比去年的740多位又再增加了一些，没错，没错，相当不容易啊！尤其是在台湾现在少子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一个赛事哦，还能每年都有报名参赛的成长，代表它是在基层的推广跟这个人数上是一直有在进步，没错，没错。刘宇乐，中校、国小虽然暂时领先，但是他们还是很稳的打，对，并没有急躁，他一点一点的打，是，对。包含刚才看到的宋瑞杰啦，是张玉桥啦，其实他们虽然现在分数是巨大的领先，他跟你这样子上前去跟你拼换分，其实他也是有领先，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是稳稳的哈，是，把对方的箭给架掉之后再去做突刺哦，所以现在双方的分差已经10倍了，一边是2分，一边是20分，然后他们要做人员的更换喽，对，在第5轮跟第7轮。中校国小把宋瑞杰给换下了，换上许敦伟。刚才有提到，这位2024年亚洲少年击剑锦标赛男子锐剑的金牌啊，也是去年113年全国第2次少年击剑锦标赛 U11组别的金牌。所以中校国小其实在培养锐剑选手是蛮厉害的哦。他们男子选手有许敦伟，然后女子选手有蔡欣璇，我们昨天有转播到他的比赛。是，对，黄欣璇比较可惜哦，他去年是完成了在这个全国精英年度大赛
女子锐剑的连霸卫冕哦。不过在这一届的国小杯呢，她在昨天的决赛碰上了这个也是去年跟她较量的选手哦。然后被对方给甜蜜复仇掉了。好，我们接收到的最新通知是这个长华国际蒙特利梭实验教育机构，有选手出现身体的状况哦，再加上因为他们只有3人，他们不像中校国小这边有多报1位选手，所以他们没有替补的空间，所以现在要弃赛了。比较可惜，但小朋友的身体状况最重要，所以这场比赛最后就是由中校国小以20-2的分数哦，当然分数就已经不重要，因为是对方弃赛，对，所以他们最后就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我当然比赛很重要，可是健康更重要。没错没错，来日方长哦，小朋友。可能因为4天比下来，其实都蛮劳累的了。是，对。那如果你是带着疲累的状况上场，会增加你受伤的风险。没错。可能也是考量之后，就觉得说，已经都打过1轮了，可能也意识到了。那小朋友如果不舒服，也不要硬撑。对。好，我们这边这是非常好的决定，安全为重。非常好的决定。那这样子，我们的第1剑道因为有人员退赛，所以我们就提前结束。那我们稍作休整，场地整理一下。待会再回到114年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我们的赛程越来越紧凑，后面这个强度也会越来越高，也请观众持续锁定在我们3个转播的平台，我们待会回来。
好，在刚才的男子团体赛锐剑哦，因为有这个小朋友身体状况不舒服的情况下，所以长华国际蒙特利说他们是退赛，然后让
这个中校、国小得以晋级。不过那刚才是看到男生的部分，那中校、国小呢是这个锐健哦，非常养成非常厉害的一所学校，所以他们刚才看完的男团，他们紧接着他们的女团也要来登场了。女团的4位选手，包含这个蔡心如、蔡心璇、邱怀萱，还有曾志体，他们有多报一位替补选手啊。那在对手土城区的广福国小这边也是报满4位选手，林姿礼、廖子瑜、徐瑜恩还有林姿妍，所以是一个4对4的状况。待会如果有出现刚才像那样子，如果选手身体状况不舒服的情况下，是有替补的空间调度的，所以就不会说像蒙特利说他们一样就必须要退赛。这场较量，学校的胜方可以继续往下个阶段晋级。他们现在在进行的是8强赛。那双方的第一 round 是派出的徐宇恩对上邱怀萱。每一 round 是打3分钟哦，然后5分5点，一共要队伍拿下45点才可以获胜。好，先看两边第一轮的较量。率先得点的会是谁呢？邱怀萱想往前刺，但是都还有流力的感觉。哇，终于是几个追击之后刺到了。刚开始的距离感还没有说抓得很准，尝试了几个突刺，前面都刺空。怀萱，哇，很快4比0。中校确实在锐健栽培这一块哈，蛮厉害的。是他们培养出了好多蛮稳的。对，冠军选手，包含现在阵容中的蔡心璇，还有刚才男子的许敦维哦，都是中校培养出来这个在他们这个年龄层里面的金牌选手。好，怀萱很快帮团队取得了5比0。那第2 round 是林姿礼对上蔡心璇。蔡心璇昨天我们有转播到他的个人赛哦，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是这个去年跟前年全国精英年度大赛，他前年报 U9， 然后去年报 U11 女子锐健的金牌，所以是连霸选手，然后也是去年全国第2次少年击剑锦标赛 U13 女子锐健的金牌。不过在昨天的个人赛非常的巧妙啊，他又碰上了去年在12月在全国少年精英年度大赛的这个对手李同恩。那当时是心璇获胜，然后拿下了金牌，同恩拿下了银牌。在昨天的那场较量，同恩完成了复仇啊，然后所以呢，是今年心璇是在这个高年级的女子锐健，
他今年是以亚军作收，但是实力当然还是很顶尖的。是。一个其实有时候冠亚军就是那么对，没错没错，一点之差了，所以就是看临场反应哈。是。那蔡兴权今年个人赛是以亚军作收，但是他还是有机会带着中校、国小以团体的身份来问鼎今年这个国小杯团体女锐的冠军我们待会看看他们可不可以继续往下走。是。对，但目前看起来中校、国小的胜率是比较大，目前双方打到第2 round 对。所以他们是有一个8-0的巨大领先。他们是有比较有优势。对。好的，前2轮打完都是由中校这边的选手完成了这个直落伍的状况，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10-0。好，第3 round， 广福这边是廖子瑜，然后中校这边是蔡心如。不过有人的剑有一些状况，所以刚才我们的主审刘荣宏先生在帮选手做这个剑测试的时候，有发现蔡心如的剑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去换了一把。好，没问题。他现在应该是用蔡心选的剑吧？他们俩应该是姐妹是。找不到那个头套的位置。OK。先给了一个黄牌。是因为刚才他的器材没有合规定。双方的剑挑来挑去是在试探。对。哇！就进入到竞技的是格斗了蔡心如越来越进入状况了。是。刚才几秒钟的探索以后，对，已经抓到那个距离感跟对手的一些特性是。虽然一开始因为器材的关系吞了一张黄牌，但不太影响他的表现。是。对。简单的1-2个过招之后，他马上抓到对方的这个距离感了。对。又是一个直落伍击败了廖子瑜，所以2支学校在整体实力上有点落差。是。因为现在广福的3位选手宇恩、还有资理跟子瑜都没有办法取得分数。
那刚好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对，遇上中校这样子在锐剑方面非常强势的一所学校，也可以透过这样跟这样的强校切磋哦，了解一下自己在锐剑这个项目比较缺失的部分。对，而且可以看到刚才信他们都是用几乎有3点都是用同样的招式进攻，对，就是一样的方式，一模一样的招式，对。好，第4 round， 林姿礼对上邱怀萱。以锐剑来说，打得算很快。是。我们一 round 是给3分钟哈。对。但是感觉怀萱好像不太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对。就已经快把5点给拿下了。他现在持续把剑往前挺了，制造威胁。不过林姿礼也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刚才连失了3点。可是他已经注意到，邱怀萱是会刺他的手，所以当他后来在这几剑进攻的时候，他那个剑啊架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他有调整，有调整，这个就是很好的经验了。是，随着每一轮的进行哈，对，在持续的修正。所以像这一轮，也许他没有得分，但是我相信他就学到说。他的手的防卫，应该要做。对，这就是进步啊。好，因为赛前这个锐剑项目所有的感应器都是在剑尖，所以我们的主审刘罗宏先生都会做确认之后，双方的这个剑尖的器材通电没有问题，比赛才开始。是。心如对宇恩。我有感受到他们在剑尖上面施力在感受对方持剑的那个力道。对。然后要不要去搏？想突其不意，攻击一个脚步。是。我说，偶尔晃一晃以后去攻击对方的脚步是个不错的那个战术。对。像干扰也好，转移也好，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往前的突刺终于成功了哈！这剑很不错，他脚他的剑把它架开，然后攻进去。这次也想再插，但是第一手没有插成变成一个近身的肉搏。
哦，恭喜对于恩，非常好，终于替广福国小拿下了1分了哈。而且他这一箭其实化解得很漂亮。对，蔡心如想要用脚箭，然后呢要攻他的那个7、8分位，但是呢徐源识破了，他把它破解了，结果他就得点了。这一箭很难得，而且很漂亮。两边试探了蛮久哈。是。不断的在波动对方的，哇！持剑就最后又变成了互戳的肉搏。是。徐源虽然有架到蔡心如的剑，但是他的剑被黏住了，他抽不回来，所以没有办法做。蔡心如用这个往前冲，对，自己的体重往前这样带。对，这个蛮有趣的，近身战这个蛮有趣的。哇，成功！对，成功戳脚步，是攻击下盘得手。不过广福在于恩的这一 round 收获了1分，所以现在分数形成了25-1。肉搏每次都看选手最后2个人在那边互戳的样子，还蛮有趣的。好，子瑜对清泉。哦，子瑜蛮跳的哦。对，前后是，他蛮活泼的。看得出来蔡清泉架剑的功力啊，还是在同龄人里面真的是蛮成熟的。哇，不断的波动对方的剑，利用那个重心偏移的一瞬间哦，发动突刺。
比数是30-2。那双方在第7 round 呢，选择做了一个替补的更换，所以广福这边会上林姿妍，然后在中校这边会上曾志缇。让双方的替补在第7轮上场来发挥一下，增加一些出赛的经验。是，对。中校实力比较超前，他们在今年的女子锐剑团体赛啊，也是这个第1顺位啊，代表他们的选手组成里面个人赛的成绩都是比较突出的。是，对。那第2顺位是台北市国语实验国民小学，然后第3顺位是云林县斗六市镇这个斗六市的镇东国民小学。好，看一下2位替补选手的较量哈，志缇对姿妍。哇！上前发动攻击，但是被志缇给架刀化解掉，架剑化解掉之后一个反刺。哦，成功了！对，这种往前这种天外飞仙式的刺激，其实有时候会给对手一些压力哈。没错，要冲上来。我觉得广福这边不错，他们虽然比数差别那么大，但是呢，他还是很沉稳的作战。你看他林姿妍就稳稳的拿了3分了。好，2位替补哈，在这一回合不错，互有攻防，也把握了这个1轮的出赛机会。这个整个往前走，把剑往前摆，然后这个往前用跑的方式哈。蛮有趣的。好，待会的 Round 8， 廖子瑜跟邱怀萱。要搓一下剑柄哈，确认不会触动啊。因为如果那个护手上面万一有什么绝缘体的话，对，它会亮灯的，很麻烦的，所以要测试一下。因为护手也是算是这个全身上下唯一可以有效去格挡对方这个剑尖的部位哈，所以算是选手的一个小小盾牌。要确保是有效格挡的。哇哦，邱怀萱一次一个准。漂亮，这一点波点很漂亮。对，
再拿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廖子瑜开始可以抓到邱怀轩突刺之后的反击的破绽了所以邱怀轩现在你看，他也开始退了。他很冷静，也很稳。不错。刚才几个往前突刺被廖子瑜逮到机会之后，他现在反而是以退为进。哇，这边上前突刺没有亮灯，还在找寻机会。好，放低姿态往后。他决定打防守姿态。最后一次，帮中校国小拿下了第40分了。其实，在团队里面，这个广福国小目前拿6分里面有3分是廖子瑜贡献的，对，所以他其实蛮不错的，真的蛮不错的。中校国小的击剑队在林国祥教练的这个带领下，其实他们近几年的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在2024年，也就是去年他们夺下了3座团体赛的冠军。蔡欣璇，今年个人赛女子组高年级女锐的亚军。今天把她压在最后一棒，就是觉得她有这个遇到任何困境都有机会逆转的这个实力哈。是。当然，这场对广福的国小还不太需要展现他的逆转实力，因为中校是大幅的领先。但是待会进入到4强，甚至后面的 final 决赛那对手的强度上来之后，就会需要比较有这种主将等级的逆转实力。好，那最后的比数是巨大的落差，我们恭喜中校国小是轻取了广福国小，那获得了通往4强的门票。广福也不错，透过跟这个厉害的对手较量希望他们也在这一次初赛这个女子锐剑的团体赛能够有所收获。没错，好，再欣赏一下选手刚才几个回合的表现。蔡欣璇架剑，然后之后忽然打脚的这个攻击，对。好，双方展现风度，运动家风度，互相示意完之后，我们的第一剑道进行场地整理。待会回来还有更多国小杯击剑锦标赛的赛事，
观众朋友不要走开，也可以持续锁定在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 Hot Sports 跟动姿 Sports 都可以及时与赛事还有我们互动。我们待会见。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钟，我们在新北市板树体育馆进行的全国国小杯击剑锦标赛，今天是全部都是团体的赛程哦，陆续在我们的第一剑道还有其他几个剑道在进行。我们的第一剑道转播场次即将登场的是新北市永福国小来对上台北市民族国小的较量。永福国小的军高非常厉害，在昨天的个人赛他们的廖伯成选手还有曾玉明选手完成了这个金包银的表现。廖伯成拿下了冠军，在高年级男军的部分，而他的队友曾玉明呢是亚军。那两人昨天是对手，今天将携手出赛来带领永福国小继续往前这个晋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支劲旅对上民族国小，待会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在 Round One 率先出赛的就是昨天高年级男军的冠军廖伯成。郑璇的追击蛮凶的是，但是被博成回砍一刀。博成觉得他的器材感觉应该有劈到，但没有亮灯，他有点疑虑所以在刚才测试了一下，是应该的，因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这种警觉。平手啦。对，当然第一回合刚开始而已所以分数其实都还有机会。对。好，最后一个灭门的攻击，博成在一开始落后的情况下还是有发挥他的沉着。是。也是跑，因为双方都有这种快速跑动对，跑到选手的这个剑袜都已经往下掉了。好，非常接近的第一轮打完，现在 Round 2， 杨永祥代表永福国小，那在民族这边派出了陈章许。给了陈章许一张红牌。对。张许也不错，其实他在昨天的表现是有晋级到8强的。是，都是蛮有实力。对，只是在8强的时候碰上了丁义祥，然后被义祥给晋级到了下一轮所以其实大家在昨天的个人赛都这样密集的赛事中，其实都或多或少有碰到，对，都有碰到过。
哇！永祥刚才打到后面无路可退啊，是，然后蹲低下来。好 ，Round 2打完，率先取得10分的是民族国小哦。哇，很激烈哦，两个人的剑柄其实刚刚已经撞击在一起了。那个护手都把人都撞了。因为有这个永祥是左手剑的情况，所以他们两个会在同一边打到的状况。好，再来是郭家生跟曾玉明哦，玉明是本届高年级男子军刀的亚军。哇，大劈砍哦，对，那个大场次。哦，给了一个黄牌，对，他越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够越过那一条线。后方的线哈脱落了，被有时候剑一挑对被挑到。对，主审王永兴有注意到这一点，提示一下加深把那个接好。哦，开始了，玉明的连续得分，抓到感觉了。抢这一点，14比14哈，蛮接近的，所以两边实力OK，抢这一点。哦，你感觉是玉明快一点，是，而且他拨挡了，对，他挡了那个对方的剑。这个架剑之后的横劈砍是啊。
他打面罩还蛮有心得的，很多攻击都是攻击对方的面罩。是。好，第4轮永祥对郑选。这场4强赛果然实力越来越接近了。对，永福跟民族将正对，将可以获得通往男子团体军刀的冠军门票。而另外一个组别是由立农国小跟台北教育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2所来争哦。待会看是哪所学校可以在冠军战碰头。那永福现在分数是平的，但是他们如果能够把领先的优势再继续扩大一点他们相当有机会完成今年在国小杯团体赛跟个人赛这个双料冠军的情况出现。不过因为对手也不弱，对，所以不好打，对，都还有悬念对，不好打。因为现在其实也才进行到第4轮而已对，我们团体赛要打9轮，所以现在这个悬念都还言之过早。哇，两个人撞在一起对，两边分数咬得非常紧。对，因为永祥刚刚也跟观众朋友提到，他因为左手剑的关系，比较容易跟右方这个持剑者因为两个人都持同一边，等于距离更近了。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距离感没抓好，两个人是很容易碰撞在一起，所以跟左手剑打比较容易有碰撞。是，尤其是那个护手。对，护手因为双方都把剑往前伸嘛，顶，没错，对，都很容易架在一起。这2所学校蛮多选手昨天在个人赛其实都有走到16强乃至8强、4强的阶段。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廖国成的一些动作细节，从下往上把对方的剑给尝试拨掉。对。非常漂亮。对。这是这一台军刀该有的节奏。对。而且他完全控制在剑上面。对方虽然有发动攻击，但是他都抢在他一半的时候呢，就截击他，然后反攻。其实这个是蛮高阶的动作，对，他没有等对方的攻击完全到顶点的时候，在接近顶点的时候去控制他的剑，然后反攻，直接反攻，狙击。廖柏成也是今年国小杯高年级男军的冠军，所以确实从他的动作细节上看得出来
冠军选手的风采哈。他已经有抓到那个打军刀的那种这个美的地方，美感了哈，美的地方对是。好，随着后半段的几 round 哈，开始永福开始把自己的分数稍稍拉开了一些了。对，看一下玉明可不可以继续保持住，还是张许可以追击？张许在昨天的个人赛有进到8强，那玉明是有进到决赛啊，但是最后是不敌他的同门师兄刚才的廖伯成，所以是以亚军作收啊。个人赛是永福国小的金包银。所以确实在2位选手这样的加持下哈，永福在团体赛是有一定的夺冠看好声量的。不过现在面对民族哦，他们其实打的也不算太轻松。是，你看张许现在也是慢慢的把分数给咬上来了。对。军刀被打的歪的幅度有点大，所以示意调整一下。有刀光剑影的感觉哈，但是张雪没有中计，还反而成功打回一个还击。比赛依旧相当的接近哈，而且刚收到大会的通知，双方这个哇打到线都掉了，被挑掉了。对，他一架的是整个勾飞了。好，测试一下，测试一下。好，没有问题哈，确定。我们的通电状况都是良好的，比赛最公正的情况下，主审才会示意再进行。选手一紧张都是常常会越线。哦，他刚才以为有了，对，回头看了一下，发现没有，赶快再救这个战斗姿态。因为刚才那个不能松懈，不能松懈。那个波挡还击是很漂亮的啊，挡到了也很烦。是，刚才玉明以为自己砍的那一下有了哈，所以他心态上有一点点乱了。教练也察觉到了，所以跟裁判沟通一下。那同时利用这样的空档哈，也是让选手的心情稍微缓一下，因为刚才连续他发生了这个掉头盔的电线，然后吞了一个黄牌，然后又以为自己有得分，所以一连串的这些小小的事件加总起来啊，让选手在表现上会有一些波动。好，关键的一分判给谁？他互中，对，互中，好，没有，再来。好，这一分还是由郑玉明给拿下了哈。不过张许不错啊，对，张许不错，抢了7分回来。是。这第6 round 哈，张许这边是帮民族国小再把落后缩小一点。对，那双方的第7 round 会进行一个双边的换人，两边都派出了替补哈。在永福这边是叶继恩。在民族这边是苏博宇，所以第7轮哦，会不会是这场比赛的一个 X 因子？因为有可能，对，有可能，因为替补都是两边都是等于是全新上来的哈，都没有热开手感的问题。没错，没错。
所以就看他们这个替补选手谁可以当板凳暴徒啊，就是上来之后调整状况比较好。对，好，我们刚刚又说到，再跟您更新一下哈，这个双方是只有民族这边做更换，所以是只有苏博宇上来，然后永福这边呢依旧还是他们的前3棒次哦，没有让替补的叶继恩来更换。好，博宇要把握一下自己刚上来，没有太多热身的机会，马上就要进入到状况了。当然，因为他的优势，他的优点也是可以刚刚在场下对，就可以默默的观察对面的3位选手的状况，然后当然还可以跟教练讨论，他认为打哪一个最有机会，然后再选择在那一个轮次里面来做人员的替换。没错，目前看起来效果还可以哦。是，因为换替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种战术的一个更动。对，上个骑兵嘛。对。哇，剑都打弯掉了。对。通常弯到什么程度，选手会要求做调整？他这个靠他自己的感觉，他自己的手感。因为剑挥过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力道，那个力道如果他重心不稳，是会砍偏的。选手自己感受得到哈。对。好，永祥还是顶住了苏博宇追击的压力率先拿下35分。这样子，最后的2 round， 距离永福通向冠军战只差10分了。当然，这边民族还是有机会追击双方的最后2个棒次是裕民对上郑选，然后廖伯承压在最后，他要对上的是张许。再确认一下，因为刚才近身战的时候，他们太近了，那个力道撞到他的头盔了。是，示意一下怕危险嘛。对。郑选的攻势还蛮灵巧的，这一点骗得很漂亮。对，他那个假动作骗得非常好。又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个子的关系啦，所以有时候裕民出手的时候，他有一个推的状况所以比较容易在近身的时候直接用拳头等于击到对方的面罩。那主审认为这样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刚才示意完之后，还是有这样状况发生，就给了一个黄牌了。因为小朋友在比赛，他都基本上大概都会先给个口头提醒。也知道不是故意的，但就是有些选手的动作特性，对不对？因为也是个子的关系，因为跟郑选这样打起来，可能裕民他出剑的那个角度很容易就是他想要速度嘛，你要速度，你就要打的力量会用出来，那可能就有时候会在
距离上会对对方的头盔影响到。对，不过安全对安全第一。不过玉明没有受到这个口头警告跟黄牌太多的影响，他也是端正自己的心态，然后稳扎稳打，最后是拿下了队伍的第40分。那这样子就把最后的机遇做给了廖伯承了。是，对，廖伯承只要稳稳发挥，基本上能够带领永福国小晋级到冠军战的机会是蛮大的。而且虽然他拿了黄牌，但是呢，等于裁判也提醒了他，他自己会修正他的细部的角度跟动作，那这个也是好处了。对。为什么这样去收手？嘿嘿，第一个对打的感觉伯承觉得自己应该要有拿分的空间，但是最后没被判，他现在连失2分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这边稳定1分下来。刺一下没刺到，再往前假动作的片击，劈砍头部有。被格挡后蹲低，张旭得分。张旭的攻势是很凌厉的。哇，连续得分对。现在张旭慢慢的把分差只追到只剩5分的差距了。他速度很快。哇那伯承要稳住他可能现在心态上有一点点慌对，因为觉得为什么对战的时候都是对方在加分？好，这一分是第43分，很关键。好，稳了，2分下来，心态上就比较稳一些，还差1分。好，最后干净利落的红灯亮起，伯承顶住了压力，最后以45比38晋级到今年国小杯男子团体军刀的冠军战。但是必须说，这场比赛他们打得不轻松，而且感受得到他们的压力。没错，因为对手也蛮强的。对，民族国小的也展现韧性在落后的情况下，他们一度都可以给对方造成一些威胁。对然后在分数上连续的得分。伯承要是刚才那个第33分跟34分没有连续拿到，我觉得他的心态上真的会比较好一点。但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就是永福国小得以晋级到冠军战。那当然，民族国小的表现也很精彩，也值得一个掌声。那待会男子军刀的另外一张冠军门票呢，会在立农国小跟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两者之中的胜者胜出然后会跟永福国小会师冠军赛。待会这个团体男子军刀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待会在第一剑道持续为大家来揭晓。我们先进行场地的整理，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金牌得主是谁？
好，在刚才男子团体的军刀比完之后呢，他们的男团军刀啊晋级到冠军之后，现在永福国小的女团军刀也要再挑战，看可不可以继续往前的这个机会。那站在他们前面阻挡的对手呢，是台北市私立复兴实验的高级中小学。双方都是3位正选选手加1位替补选手啊，排满的状况来出赛。Round 1第一轮的较量是马柏林代表复兴实小对上永福的林佑璇。第一分是马柏林的，这个两人用突刺的方式，对，再拿1分。漂亮，攻击面门，对，这个波挡很漂亮。连续2个波挡之后哈，佑璇终于取得分数，没有再追1分。对，第一 round 是5-1，因为马柏林他是用 inline 的方式进攻。他一下子突然间改劈为刺啊，对，这个对手会一下子适应不良，没错，就被刺到了。对，他还没反应过来要怎么挡。好，那第2轮的选手也准备好了，即将戴上面罩。王嘉轩对上陈欣晴。好，新晴的装备看起来有点状况哦，所以在赛前对主审黄政伟给观察到，所以在比赛前先提示一下。漂亮，隔挡后的前刺是。站得太前面了，脚在起始线踩得太前面，可以提示一下要退到后面一点。陈欣晴刚刚靠隔挡后的反向砍击，再拿1分哦，连追2分。对，哇哦！那他现在先把刚才右旋没有拿下的分数之后，都先补回来了。对。哇，打到，对，确实哈，因为军刀又有劈又有砍又有挑，各种动作比较容易勾到这些电子设施。陈欣晴超额演出啊！对他一个人追了6分。对，6分了。
这个面门的攻击，对，算永福这边。哇，漂亮，又是一样，隔挡之后的反向砍击。哇，现在9比9喽。哇哦，非常好。对，你先是一个顺刀的隔挡，再一个反向的砍击，哇，是。所以陈欣晴第2棒是打了一个9分。哇，打了一个9比4的状况哈。对，帮自己的团队门票就往前没错，所以现在团队得分现在是变成是永福这边以10比9，还反超1分。对。所以有时候棒次，你如果安排的是强弱这样子搭配哈。对。后面的同学就可以帮前面的同学稍微补一下。好，第3 round 张逸飞还有张真义。好，调整一下器材。不过在第3 round 看起来是复兴时钟的逸飞哈，对，整体状况更好。对，争议这边剑也是打歪了，要求调整一下。这就很有技巧了，利用这个调整剑的时候，老师刚才噼里啪啦交代了很多的事情，也是一个战术上的运用。逸飞这一点再打到，漂亮！这一轮他拿下了6分哈，是。好，在第4 round 的较量，复兴时钟这边先做出了替补选手上场的调整，派上了蔡新杰。取代原本要出赛的王嘉轩。这个失分的状况比较多哈，新杰这边有分数了。那右旋应该会好好把握。Round 4双方抢20分哈，所以以右旋来讲，他有
可以追6分的空间。对，不过新杰渐入佳境啊，他一上来虽然被右旋得了3分，但是他现在也回稳了。是。好，最后20比16。不过相当不错哈，因为以单轮来讲的话，右旋是拿了更多分的，他拿了6分，而替补上来的新杰是拿5分。虽然以团队总分来讲，现在还是这个复兴时钟比较领先啊，但是右旋有在他的个人这个回合里面把分数再咬紧一点点。现在比数是20比17，我们待会第5轮继续来看马柏林对上张真义。好，更正一下是20比16。哇，这2点打得很轻松。马柏林目前看起来是复兴时钟里面这个最沉稳的一位选手。通常第1位出赛啊，也是表定安排，如果没有更换的话，也会是最后一棒出赛。对，所以马柏林从他的这个编排上，确实他是复兴时钟里面这个主将的存在。要转过去，柏林太急了，慢一点，慢一点。要转进去，不要后退，不要后退，进去就有了。哦，这个有刺到吧？对。好，那单局的回合，两位选手是打了一个5比3。在这个几个团队里面，是可以发现这个现在复兴这边他是作战上教练教的蛮懂得运用那个刺激，所以他们不少分数都是靠刺激得分。陈星群这种从高角度的砍点的得分方式还不错啊。是好，一飞这里也还原色。一飞鞋带掉了，对，马上被场边的裁判有注意到哈。
教练可以绑慢一点哈，慢慢绑，顺便交代一下，绑好绑满，对，绑好绑满，有了，两边都把握时间哈，稍微交代一下。哎，等一下，我发现还是好，再绑一次，好像没绑好，没绑好。他刚才好像自己踩开了，又踩开了，对他自己绑好以后，他自己脚一踩就开了。哇，好，小插曲结束之后，双方继续展开对剑。哇，这回合打得非常的接近啊！对。好，最后总分是30-24，但是两位选手这一回合都拿了5分，对，所以其实心情并没有不算输啦。对，以他个人的回合来讲的话，他跟张育飞都是各拿5分，只是以团队来说，现在复兴实验高级中小学还是保持着5分差的领先哦。然后在第7 round， 他们跟刚才的第4 round 一样，用替补选手蔡新杰来顶替王嘉轩，所以蔡新杰可以获得他第2次的上场机会。啊，连着2点一模一样的。对。哇，张正义得分开关打开了。对。哇，连追3分哎。那新杰如果不赶快回神的话，队伍的领先就要在他这一棒给被消弭掉喽。哇哦，张正义疯狂追分秀。打了一波5-1的追分秀，哇！好，现在追到真的追回来了。皮坎被招架住，再劈再追击。哇！得挡之后的上波攻击，因为复兴的刺的这个战术被他识破了，教练一定有教他们怎么破解。打下最后一个逆向的横砍，他已经破解了那个。哇，所以可以看他的得分效率整个起来了耶，他已经拿了9分了。是张正义第7 round 整个大发神威耶，前面的。他的第3 round 跟第5 round 各分别只拿了1分跟3分而已啊。对。但是他第7 round 现在已经是，哇哦！他现在第7 round 已经是10分在手了。对，他一个人拿了10分了。这个黑马。哇！完成了逆转。对。张正义靠着这一回合哈，一个。11分比4分的巨大领先哦，帮助团队现在率先砍下35分的总分了。哇，那而且他已经应该是教练有面授机宜啊。对，他们已经找到那个破解复兴的那个刺的这个战术的方式。对，所以他连续用这个架高剑用5分位的方式呢，拿了好几分呢。对。哇，张正义在第7 round 小宇宙大爆发。对，因为你用刺的嘛，那我就从底下捞上来，从5分位拨挡以后，直接破解你的刺的战术。哇，这场4强的女子军高好看哈。对，两边的分数是互有往来哦，所以就会，然后又有替补这样的一个
因素在，所以就是哇，双方的分数是你来我往。哇，最后这几个回合太精彩了。永福开始拉尾盘了，对，太精彩了。他们所有的选手在比赛的后半段越战越勇。对，看他持续的这样拨弄哈，对，因为他那个信心都打出来了嘛，信心打出来了，所以动作就很放得开了，很放得开。一分小步一点，不要急，不要急，小步一点。哦。换你。哇，林佑璇这一单回合是一个5-1的状况，所以永福靠着第6跟第7跟第8轮这2轮的追击哦，他们现在取得了一个漂亮的超前了，带着7分的领先，进入到最终的决胜第9轮。当然，第9轮这边就要全部复兴要押宝在马柏林的身上了哈。马柏林带着7分的落后，对，来出战 Round 9。非常接近的一场4强赛，对，漂亮的面轮攻击，两选手现在都各拿了2分。往前突刺的时候被抓到。惊心动魄的最后，真的惊心动魄了，最后哇，达到了，还没有。对，马柏林现在已经是6分了，对他打下6分，但是因为团队现在是落后的状况，但他努力在追赶，他个人是已经灌下7分了。哇哦，越来越刺激了，精彩了，得分还在继续，得分还在继续。对，哇，可惜啊，最后辛勤拿下了关键的第5分。但是这一回合，我们以单轮的较量来讲呢，马柏林的表现是更好的，因为他这一回合拿下了8分。对，那只是因为团队的这个落后哈还是比较大一点，所以辛勤虽然只拿下5分，但是稳扎稳打，靠着前面团队的积累，但是前2棒这个右旋跟张真义啊，特别是张真义那一回合11分太关键了，就是那个第7轮的11分，是帮助永福国小完成了逆转。那我们也要恭喜永福国小，这样子就代表他们在今年的国小杯，在军刀这个项目，他们的男团跟女团都杀进到了冠军赛哦，有机会拿下这个男女的双料冠军哦，有可能，对，有可能。所以我们的第一剑道哈，在这场精彩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待会进行场地整理，跟着观众朋友在这个下午我们继续来观赏国小杯，越后面越精彩。我们看最后一天啊，真的很多惊心动魄的演出。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实况转播现场。
预备。
好，时间是下午的12点14分，我们的第一剑道要登场的第一站冠军之争哦。我们今天的团体赛，首先看到是男子团体的军刀较量，新北永福国小对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哦，得以在冠军赛会师。我们来看 Round 1的第一点，曾玉明对上苏博宇。哎，要听裁判的指示哈。小心出去玩，不要往后退，出去玩那个比较看家教哦。哇，第一打玉明的这个线就有些状况被打掉了。对，被打掉。两支队伍在4强的时候，永福是击败了民族哦，而台北教大实小是击败了立农，所以得以晋级到冠军战的门票。哇哦，苏博宇非常凶，架刀之后的顺向劈砍，拿下第4分。往前一个突刺，有没有办法起到奇袭呢？有。好，曾玉明，今年国小杯高年级男子军刀个人赛的亚军哦，还有这个联袂冠军选手廖伯承。他们这个距离收获自己个人赛冠亚军金包银之外啊，还要带领团体赛这个拿下冠军。对，打到冠军战，他们只差最后一步之遥，就看待会选手们能不能继续把这股作气哦盯到最后。好，画面上看到这位戴眼镜的男子选手，就是廖伯承，今年国小杯高年级男子军刀的冠军哦。他跟这个曾玉明在昨天的个人赛是完成了学校的金包银啊，所以两人今天接着来出赛团体赛。冠军的对手是吴定宇。哇，这个假动作相当的不错，被逼到剑道后方之后的回击啊！哇哦，这个戳击也是，对他时间差抓得很好，时间差抓得很好，灵蛇出动，马上就有进账。哇哦，廖伯承连拿3分。他防御的时候喜欢把剑往下放的姿态，然后利用对手的攻击的时候快速一个上挑。是。哦，小心哦！哦，刚刚重心有点不稳，但没事。哇，先刺到了哈。对。那个剑还没有收回的时候，定宇往前启动的时候，就去自己找到那个剑的位置了。好，这样子单回合的比数，廖伯承是打了一波5-1啊，所以现在帮助团队分数是10-1的状况，10-2，抱歉。那么第3棒是杨永祥对阵黄威东。好，永祥也是他们这个团队里面的左手剑。永福这边
4位选手，这个季恩是以替补的身份，目前都还没有换上来的机会，待会看看他有没有换上来的机会。但永祥因为是左手剑哦，好几次就是经常看到这个他跟对方的右手剑，因为双方是同一个面向，所以出剑的时候距离更近哦。有时候打一些比较激烈的，打完了都你看都撞在一起了。对对，他有点痛，你看他的这个腹部。对，也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这真的是惯性的问题哦。哇，不过现在威东连续拿分呢。对。所以他是蛮会打左手剑的耶。这个教练有教他。你看永祥现在没有办法在他身上讨到便宜耶，反而是被国北教大靠的这个第3 round， 黄威东现在是哇哦，超额演出哦。他的招式是一模一样的，一直用同一招。对。好，这里终于追回1分了。但对于国北教大来说，这个第3 round 收获是一个大丰收的状况啊。对。黄威东现在个人的得分已经是7分了。又来哇，又来了，第8分。对。他几乎用同样的招式。对。代表他对左手剑。对。他知道要逮到左手剑那个出来的死角。对。哇，有经验，有经验。他从外侧转内侧，再绕到外侧，那个左手剑就等于是完全的，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是哇，现在扳平喽。所以黄威东他在个人的第3轮现在已经是拿下10分的状况了。赛制就是这样哦，落后的，因为这个机制的情况，其实落后的队伍都还有机会在某一个棒次对，完成一个绝地逆转。哇，又点到。好，假动作放下，这突刺没有亮灯，防御之后，哇哦，防守反击黄威东。国北教大的 Round 3选手完成了，哇，他完成了一波12，对，比2的一个状况，把前面2位同队的那个分数都补回来了。是，他完全那个剑路把对方克死了。这是一棒骑兵啊！对，他外侧绕内侧，然后再打到外侧，所以左手剑整个都被他绞住了。所以现在团队得分变成15-3了，靠着黄威东刚才那一轮的个人进账13分的超额演出。哇，那刚才吴定宇跟苏博宇都只拿1分，他们现在又信心又来了。对。镜头没有带到那个2楼，其实栏杆旁边啊挤满了蛮多双脚的代表蛮多家长啊还是亲友都在都很关心，对，观赏这场男子团体赛军高的冠军之争哦。那确实打的也是很接近啊，很有戏剧效果。对，双方17-17。其实2队选手现在个人得分在伯仲之间，曾玉明现在拿下4分，吴定宇也有3分呢。这分是判给吴定宇，所以双方现在是各拿4分的状况。哇哦，吴定宇点到这一下，所以这一轮是一个5-4啊。
然后让团队的分数变成了20-17。哇，那永祥现在自信心可能会受到一些考验哦，因为刚才在他的这个第3回合啊，被对方的黄威东拿了13分，对，所以接下来的第5 round， 永祥又要再上场，他对上苏博宇，那就看刚才他的这个左手剑比较被克制到的情况下，教练怎么来跟他做交代。好，杨永祥。哇！国北交大的调整确实是好，针对左手剑这一对，看起来是有效果的。他们几乎都用同样的招式对付杨永祥啊，而且有些比赛的习性惯性啊，对，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调整，就会被对方占到一些便宜。因为如果临场没有马上调整的话，对，真的会被打懵了。两位选手现在的得分是4-1哦，苏博宇有4分的进账，永祥拿下1分。好，第5分的出现，那苏博宇打了一波5-1，现在帮助团队的领先是25-18。那我们就要倚重一下永福这边的冠军选手博成喽，因为团队在 Round 3的时候，整个被追赶过去了。那廖博成现在要出战 Round 6第6轮，他的对手是黄威东哦。刚才在杨永祥身上讨到13分的黄威东，那两人要在第6轮较量，我相信是蛮有看点的。我们的2楼看台，大家都在驻足哦，欣赏这场男子团体军刀今年国小杯最高水准的冠军战。好，看一下博成怎么来应对威东。哇，闪得很灵巧哦。对。博成1分1分打，他肯定是希望威东的分数不要跑太快啊，让他有这个帮团队分数争取追赶的空间。那现在他的确也在努力完成这件事情，目前个人得分第4分进账了，再追1分，哇哦，现在5分。他已经完成个人5分了，所以接下来打的分数都是超额报酬，没错，都是超额完成的，没错。啊，不愧是冠军啊！今年国小杯个人赛的冠军廖博成展现了主将该有的风范哦。现在持续的在追赶分数，再追一波，哇哦！他的这个延伸的距离感抓得很准，他确实打得不错，对。而且他的动作非常的轻巧，这个真的是，我说真的是打军刀是这样的天赋哈，对，有这个军刀的天赋，确实打得很好。是。
哇哦！现在博成完成了逆转喽。他刚才这一件的这种打法，他打得非常好，一样的。哦，一样。对。好，卫东这边也稳一波哈。既然已经被对方追上来了，就想办法哈，赶快把廖博成的分数给冻结住，不要让他再追更多了。这是国北教大这边希望实施的战术啊。哦，卫东不错，追了一波。虽然以整体得分来讲哈，博成现在是进了9分，卫东是4分而已，但是他有机会赶快把对方的追击给终结掉。好，第30分进账。那么这一波两位选手的得分，廖博成9分，黄卫东5分，但是团队分数现在被追成了27-30。是，对，所以博成还是有超额完成很多的任务，他超额进账了4分啊。这样子。下一棒，第7 round， 表定上是杨永祥对上吴定宇，但是永祥因为这个左手剑前面的状况被克制的比较严重，所以我们来看看待会会不会教练会不会做一个没有，还是决定让他打完哈。是对，因为其实永福这边是有替补选手叶继恩在板凳席上随时待命的，但是可能经验上跟另外3位选手有落差，所以永福这边还是决定让永祥继续打完他的3轮较量。永祥有一个姿态，他前戳的时候会呈现一个高跪姿，他的左脚常常会跪下来。那当然那样的突击是把自己的身位压缩到小了，但是你要起身也会比较耽误到，算是铤而走险的一招。对。两边选手现在都各拿3分。哇哦，吴定宇把分数再拉开了一些哈。是。前一轮是27-30，现在扩张到35-30。好，那最后的第8跟第9两轮就很关键了。永福如果想要完成他们在个人赛跟团体赛的双料冠军的话呢，就必须压住在最后的第8跟第9轮。曾玉明跟廖博成是今年个人赛的金包银哦，所以两位我们说这个奖牌选手能不能顶住现在的抗压能力？对，然后在最后2轮发挥出来，这就很有含金量了。尤其是在这种逆风的局势更能考验一位选手在落后情况下的抗压性，对，跟调试能力。不过蛮有趣的，这个北教大10小的教练应该是有专门针对那个左手剑有告诉他的学生这个战术上是怎么应对，所以他们很有效的压制了那个左手的那个选手。当然，我们今天比的是团体赛，所以虽然在永福这边，永祥是这个得分上的破口，但是玉明跟博成还是有办法作为团队来帮助队友消弭一下
这个落后的劣势，所以他现在也在努力的追赶了。当然，威东也是有蛮稳定的分数进账，不让他追太多。你看，现在拿下了关键的第40分了，而且还把曾玉明只控制在得到4分而已哦。对，所以双方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了1分。刚才是30比35落后5分，现在是34比40落后了6分。好，所以博成要孤注一掷了。所以这一局这一回合是非常的关键，对。变成如果他要获胜，他要拿6+5，他要拿11分才行。对，好，考验这位昨天拿下个人赛冠军的博成选手，对上苏博宇。今年国小杯男团的军刀非常的精彩。两边的压力是不在一个等级上，因为苏博宇他只要拿5分，他就可以获胜，但是廖博成要追很多分，而且每当苏博宇加1分，他的机会就少一点，对，对不对？没错。哇哦！我相信这场比赛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对于两边学校的选手都一定是一个心态上巨大的提升。对，哇，廖博成稳稳的哈，继续的在打分数。好，对，我觉得博宇这样是对的哈。对，趁着现在节奏不太稳定的状况下，绑一下鞋带，调整一下自己的状况，不要让节奏被对方给带着走。哇，廖博成厉害啊！他现在已经6分进账了，这一波是一个6比1。6比2，博宇还有着2分的领先，看可不可以再跑几分出来。哇，关键的43分出现了。哇，廖博成架箭之后的反向砍击。2分的瞬间再追一下，这教练也上来提醒一下。42比43，闪身之后的追击追平了，廖博成现在个人拿下了9分了，距离他超额演出还剩下2分的差距。第10分出现了，44比43。我们的个人赛冠军非常有机会，非常精彩。但话还不能说得太早，我们来看一下闪身之后的灭门攻击。我们恭喜廖博成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是在这一波他完成了11比3的追击。哇哦，在前一回合哦，是这个34比40的落后情况下，这一波他追了11分。最后带领永福国民小学在今年的男子军刀完成了绝地的大逆转，所以我们就说，有时候把冠军选手压在最后一棒是还是有它的价值所在。对，当然，博宇打的也是蛮精彩的，3分也是顶住压力对，就完成他该有的得分。但是，毕竟博成个人赛的冠军，他有延续昨天个人赛这种技巧的展现，然后你看他的这种面门攻击，是，然后架刀还有反向的劈砍确实有展现他冠军选手的含金量，我只能这样说。是，好，那我们就恭喜永福国民小学精彩的逆转胜，然后也恭喜这个博成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今年国小杯的个人赛、团体赛在军刀项目的双料冠军。我们跟观众朋友一起见证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的第一剑道稍作休整，场地整理一下，待会回来还有这个其他
几个项目也都进行到尾声了，我们期待也像刚才的军刀项目一样，带给我们这种很有戏剧性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好，观众朋友，我们待会再回到今年全国国小击剑杯锦标赛的现场。
好，经过礼拜天呢，我们从这个早上的8点30分进转播，然后一连串的比赛，我们的3个剑种是锐剑、盾剑还有军刀的团体赛，男女呢共6个项目呢，刚才就已经正在持续进行啊。这是我们的第一剑道，刚才看完那才精彩的男子军刀之后啊，其他剩余的项目呢，就在这个非转播的剑道就持续会打完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转播赛事呢就已经全部结束。那也想问一下吴老师哦，刚才看完，不管是刚才的那个军刀的男团也好，还是今天其他我们也有看到一些锐剑的表现。对于今天的团体赛跟昨天的个人赛，您觉得说今年的国小杯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印象最深刻就是说，因为这些能够让团体学校来报名打这个团体赛的，对，都是他们选出来的精英。没错。那因为也有候补，所以他就会在精英里面呢，教练可能会策略性的带出那个次优的选手，是让他备位，让他磨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不管今天是获胜的，或者是被就说没有赢的队伍，那对于他们的双方的这个队伍，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像打输的，那他可以回过头来想，那我是刚才怎么输的？对，那我下一次就不会这样输了。是，这是一个进步。那有的时候反而你没有打赢的时候，你的收获说不定比打赢会收获更多，因为你打赢了，你心情非常好，然后呢，你可能比较会忽略你曾经失掉的点。没错，因为除非你是全胜，如果你有被对手拿到点数的话，那你也可以回过头来，打胜的人回过头来，我是怎么失掉这个点？所以不管胜负双方，在这种比赛这样子的强度底下，其实都是获益良多的，我觉得非常正面。是，好，那在这2天的这个转播的国小杯结束之后，在今年的下半年，还有什么我们喜欢击剑的观众朋友必须要这个注意的大赛呢？大赛的话，因为现在就是都在进行当中，对，那我们会希望大家多关注击剑协会的官网哈，对，所以记得要去击剑协会官网，或是在这个击剑协会的脸书粉专都记得要把它追踪订阅起来。我们有任何这个国内的击剑的最新的资讯呢，都会在上面公布。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华民国击剑协会的监事吴敬德老师这2天精彩的讲评，还有跟观众朋友看了非常多精彩的比赛。那我是董敬桥，请代表台亚卫星转播团队所有幕前幕后的观众同仁，感谢您2天的陪伴。那我们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段落，也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午后，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